丈夫突发心梗去世，留下遗嘱指定由我独自继承他的所有遗产，没想到他留给我就是巨额的债务。为了还债，我不仅被拍卖了所有资产，还被高利贷人员挖走1颗肾，剁了根手指。我流落街头，靠乞讨与捡垃圾为生。临死前，我才知道，原来一切都只是丈夫与他的情人为了私奔所制造的一场骗局。重生一世，面对装死的丈夫，我选择的成全他。手机略显突兀的铃声将我的思绪从恍惚中拉回来，我按下接听键。严芳，彭伟哥他突发心梗，现在在我们医院，你快来医院吧。给我打电话的人是刘雪花，我那在医院上班的好闺蜜。上一世也是她打电话给我，告诉我肖鹏伟心梗的消息。我当时还在家里给肖鹏伟炖鸡汤，急得连衣服都没换，就冲到医院去了。等我到了医院，刘雪花就告诉我肖鹏伟已经死了，我悲痛不已。刘雪花一边安慰我，一边给我递来一杯温水。我喝下那杯水后便昏死过去。再次醒来时，刘雪花跟婆婆李翠芬便告诉我，肖鹏伟已经火化了，只剩下一盒骨灰以及肖鹏伟留下的一份由我独自一人继承他所有遗产的遗嘱。因为这份遗嘱，我不得已承担了肖鹏伟留下的巨额债务，不仅被拍卖的所有资产，还被追债的人挖走了1颗肾，剁了2根手指。我流落街头，过着猪狗不如的日子，直到肖鹏伟开着豪车，带着他的小娇妻出现在我的面前，我才知道，这一切都只是他为了与他的小娇妻私奔所设下的骗局。我气急败坏，想让他给我们说法，他却开着车撞向我。感谢老天有眼，我竟然重生回到了他假死当天。严芳，你在听吗？或许是因为我许久没有开口，电话那头的刘雪花有些急切地催促道。我连忙应道，你刚刚说什么？你说彭伟怎么了？彭伟哥他快不行了，你快来医院吧，我马上来。挂断电话，我看了眼炉子上炖着鸡汤的火焰，拿起手机拨出一个电话，喂，是殡仪馆吗？我有一个亲人去世了，是我的丈夫，算命的说今天是烧他的黄道吉日，越快越好，麻烦给我加急，既然他那么喜欢装死，那我就成全他。赶到医院，我扯乱头发，狠狠掐了一把大腿，哭喊着冲进病房。彭伟呢？彭伟你在哪里？见到我，刘雪花立即迎了上来，眼角还挂着泪水。严芳，我们尽力了，可彭伟哥他还是……你节哀？不会的，不可能的。彭伟他早上还说要早点回家，喝我炖的鸡汤，他不会就这么走了。我悲痛欲绝，我失声痛哭，我泪如雨下，我演技超凡，我也不敢相信，彭伟哥他突发心梗，还没送到医院就已经……严芳，你要节哀呀！不会的，这不是真的，彭伟他不会丢下我的。我一把推开刘雪花，他身后的病床上正躺着盖着白布的肖鹏伟，掀开盖在肖鹏伟身上的白布，被刘雪花提前注射了麻醉药的肖鹏伟一动不动，双眼紧闭。我扑倒在肖鹏伟身上，用力摇晃着他的身子。鹏伟，老公，你醒醒啦，你跟我闹着玩的对不对？你不要吓我呀。鹏伟，你醒醒啦，没了你我可怎么活呀？我哭得不能自已。刘雪花在旁边安慰我，严芳，你别太难过了，虽然鹏伟哥走了，你还是要好好活下去的。我不信鹏伟会丢下我，你们一定是串通好来骗我的。刘雪花的脸上闪过一丝惊慌，严芳，我们怎么可能用这种事开玩笑？不可能的，我不信。啪啪啪，我左右开弓，一个接一个的巴掌甩在肖鹏伟的脸上。老公，你醒醒了，你快睁开眼睛，我是严芳啊，你快醒醒了老公。清脆的巴掌声回到病房里，刘雪花被我的举动吓到了，浪了半天才冲上来拉我。严芳，人死不能复生，也冷静一点，彭伟不会死的，我不信。彭伟，你快睁开眼睛看看我，这个玩笑不好笑。刘雪花从床头柜上拿起一张纸塞到我上。严芳，这是彭伟哥的死亡证明，他真的已经死了，你就让他安息吧。我接过那张纸，上一世我也是看到了这张死亡证明，才真的相信肖鹏伟已经死了。我双手颤抖，兴奋不已。有了这张死亡证明，我火化肖鹏伟这件事就合情合理，就算最后知道他没死就被火化了，也追究不了我的责任。雪花，我该怎么办啊？雪花，彭伟他竟然真的丢下我，就这么走了。刘雪花端起床头柜上摆着的那杯水，递到我的面前。严芳，彭伟哥已经死了，你要好好照顾自己，来，先喝杯水缓缓。上一世我就是在喝了刘雪花给我的水之后陷入了昏睡，等我醒来，刘雪花跟我的好婆婆李随芬就告诉我，肖鹏伟已经被火化了。我没有接刘雪花递过来的水。雪花，你说我以后怎么办啊？彭伟他怎么能丢下我呢？他怎么忍心啊？既然我不接水杯，刘雪花不死心的继续将水往我手中递。人死不能复生的，重要的活着的人，先喝点水。你哭了这么久，嗓子都哑了。我伸出手，手指刚触到水杯边缘，眼角的余光中，刘雪花暗暗松了口气。我立马将手缩了回来，抹了下眼角的泪水。我跟彭伟结婚这么多年，连架都没怎么吵过，这一下子我可怎么活呀？是，我知道你跟彭伟哥一直很恩爱，是模范夫妻，可是彭伟哥已经走了，你还是要先顾好自己的身体。要是彭伟哥知道你这么难过，他也走得不安心啊。你先喝杯水，缓一缓。看来这杯水我今天不喝还不行了。我接过水放到嘴边，眼看我喝下一口水，刘雪花的眼中燃起了希望的光，她希望的光燃起得太早了，水还没咽下去，我便装作枪刀，将口中的水全部冲着刘雪花喷了过去。林艳芳，你干什么？刘雪花擦着脸上的水，气急败坏。我猛烈咳嗽了几声，顺势将手中的水放在了一边，抚着胸口。对不起，雪花，我不是故意的，我喝水太急了，呛到了。算了，我去换件衣服。刘雪花转身离开病房。我看了眼还躺在病床上装死的肖鹏伟，由于麻醉药的原因，肖鹏伟睡得很沉，
要不是他身上的体温以及鼻尖微弱的呼吸，我还真觉得他已经死了。既然想装死，不如玩的再刺激点。我掏出手机，拨通一个电话，喂，是器官捐献中心吗？我的丈夫去世了，他生前跟我说过，最大的心愿就是死后能捐献自己的器官，让更多的人能代替他活下去。他刚死没多久，你们现在过来，我就在第一院的309病房，器官捐献中心的人很快就来了。李女士，您确定要捐献您丈夫的器官跟遗体吗？我确定我丈夫生前就乐于助人，他经常说要跟我一起去签署遗体捐赠书，只是他工作忙，没有时间，先带他走了。我希望能完成他的遗愿。器官捐献中心的刘医生一脸钦佩，李女士大意，我相信您先生在天有灵，一定会为您这样一位妻子而自豪的。刘医生，我丈夫身体不错，他的眼角膜、肾、肝啊都能用，把能用的取了，遗体就捐献给医学院进行研究吧。刘医生带着人正准备将肖鹏伟拉走，刘雪花便闯了进来。眼芳，你要捐献鹏伟哥的器官，不行，不能捐。雪花，鹏伟是我的丈夫，我是他的妻子，我为他完成医愿，有什么不行的？刘雪花冲上来拦住刘医生他们，不行，鹏伟哥他生前从未说过，他从未说过什么，他是我的丈夫，难道你能比我更了解他吗？刘雪花挡在肖鹏伟的病床前，反正就是不能捐。刘医生看着刘雪花，问道，你是死者家属？刘雪花刚想回答，我拉住他，将他拽到一边，雪花，你不要阻止我完成鹏伟的遗愿。眼芳，你不能这样，你这是在草菅人命。我一巴掌扇在刘雪花脸上，什么草菅人命，鹏伟都已经死了，你这么拦着我，难道你跟鹏伟之间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我用怀疑的眼光打量了刘雪花，她连忙别过脸，我没有。眼芳，你别误会，我只是不想你后悔，我完成鹏伟的遗愿，怎么会后悔？我将死亡证明放到刘医生眼前，刘医生，我是死者妻子，这是我丈夫的死亡证明，可以证实他已经死了，你们可以开始了。眼看着肖鹏伟要被人开刀了，刘雪花急得不行，却因为被我死死拽住，前进不得，只能干跺脚。刘医生跟助手上前还没动手，病房的门被人粗暴地推开，一个略显肥胖的中年妇女冲了进来，不由分说的将刘医生跟他的助手扯开，都给我滚开！原来是我那位戏精婆婆李翠芬，妈，我已经趴！李翠芬一个耳光甩在我的脸上，别叫我妈，你这个贱人，竟然敢联合外人要挖我儿子的器官，从现在起，你不是我肖家的媳妇了，你给我滚！我普通医生跪在李翠芬的面前，妈，您不能这样，我生是鹏伟的人，死的也是鹏伟的鬼，我是在完成鹏伟的医愿啊，妈，你给我闭嘴，什么狗屁医院，我是鹏伟的妈，我说不能捐，就是不能捐，滚出去，都给我滚出去！李翠芬拿出平时破落的劲，将刘医生与助手全部赶了出去，还有你，你也给我滚出去，你这贱人！李翠芬指着我的鼻子骂，我一脸哀求，妈，我错了，我也只是想完成鹏伟的医愿，妈，您消消气，先喝口水。我拿起桌上刘雪花递给我的那杯水，讨好搬送到李翠芬手上。李翠芬接过水，刘雪花还来不及阻止，李翠芬就已经将水一饮而尽。都是你这个三文星，磕死了鹏伟，我早说过你这种猛村来的，配不上我家鹏伟。喝完水的李翠芬战斗力更甚，指着我骂得更欢了。我唯唯诺诺，只顾着低头抹眼泪，一句话都不说。李翠芬骂到激动之处，扬起手又准备给我几巴掌，没想到第一个巴掌还没抽下来，他就冤了过去。看来我想的没错，水果然有问题。我手忙脚乱扶住倒下的李翠芬，妈你怎么了？你可千万不能出事啊！雪花，你快来搭把手啊！妈，她悲伤过度晕过去了。一旁早已呆愣的刘雪花听到我的呼喊，连绑冲过来跟我一起扶着李翠芬。雪花，妈年纪这么大了，这一下晕过去，我怕她挺不住，你快把妈送去急诊。哦，好。我跟刘雪花将李翠芬放到病房内的另一张病床上，我跟刘雪花推着李翠芬快步往门外走。到门口，她想起什么似的，转头看向我，严芳，你在这里等我。看来是怕我跟着过去，她在水里安眠药的事情败露。我懂事的点头，好，你快去吧。刘雪花没走几步，又转头对着我不放心道，那我走了，你不准捐遗体，你放心，妈都发话了，我不会捐啊。看着刘雪花离开病房，我转身走到肖鹏伟的病床边，麻醉药的药效还没过，肖鹏伟躺在病床上，看起来甚至有几分安详，希望他等下被送进火花炉的时候也能这么安详。喂，殡仪馆吗？麻烦快点让人来运遗体。去殡仪馆的路上，刘雪花给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我通通没有接。丈夫突然离世，我心情悲痛，不接电话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已经提前打了电话，殡仪馆早就安排好了，员工等在外面。大哥，什么时候可以送我老公上路？大概还要1个小时左右。我看了眼时间，折腾了这么久，再等1个小时，估计麻醉药效都要过了。大哥，我老公等不了那么久了，算命的说了，我老公一定要在这个10倍烧了，不然会影响我老公投胎的速度，能不能麻烦您帮帮忙，现在就送他进去。负责人一脸为难，这有点难办。我从口袋里掏出早就准备好的信封，塞进殡仪馆负责人的怀中。现在能送他进去了吗？负责人连点头，好说好说。他招呼其他2名员工，将肖鹏伟推到了一个火化间。大哥，能不能让我亲手送我老公进去？我想亲自送我老公上路。负责人左右看了看，好吧，左边的按钮是送进去，右边的按钮是点火，别弄错了。哎，谢谢大哥，老公安息吧，记得下辈子做好人。我毫不犹豫按下左边的按钮，肖鹏伟立马被送了进去。刚想按下右边按钮，彻底送肖鹏伟上路，李翠芬突然冲了过来，将我一把推开，滚开，你这贱人，你要害死我儿子！我被推了个趔趄，妈，你在说什么？鹏伟他已经死了，我现在只是想让他早点安息。李翠芬二话不说又甩了我一个巴掌，
贱人，我是彭伟的亲妈，你竟然敢背着我偷偷把彭伟火化，你到底安的什么心？妈，您晕倒了，我是想早点送彭伟上路，好让他早点安息，早点投胎，所以才把他拉来便宜管了。你给我滚！你已经不是彭伟的老婆了，这里不需要你，你没有资格给彭伟送行，你快点给我滚！我满脸背痛，不行，妈，我是彭伟的老婆，我一定要送他最后一程。你，正当我们争执时，毕业馆的负责人走了过来，吵什么吵，搞什么呢？到底还烧不烧了？后面还有人排队呢。我赶忙给负责人道歉，不好意思，烧，我们现在就烧，不行，不能烧。李翠芬挡在按钮前，不允许焚尸工靠近。我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劝了李翠芬，妈，您别闹了，彭伟已经走了，你就让他安息吧。我让你滚，你听不见吗？我说不许烧，谁敢烧我儿子，我今天就一头撞死在这里。妈，这是与李翠芬一同过来的刘雪花拉住我的手，严芳，彭伟哥刚走，连葬礼都还没办，阿姨她也一时接受不了，要不还是等葬礼办完后再火化彭伟哥吧。负责人皱眉看着我，李女士，我看你还是跟家里人商量好，再来火化您丈夫，不然对我们影响也不好。可是，李女士，您等确定好时间了，我还给您丈夫安排加急通道，不用您等，好吧？肖彭伟，算你命好，没能亲手把你搓过洋灰，真是可惜了，希望你一直这么好运。李翠芬提出要将肖彭伟拉回老家办丧事，说是要让他落叶归根，他以为我不知道他打的什么算盘，无非是怕事情败露，更怕我真把肖彭伟烧了，想将人转移走。我奶奶让他们如愿，早在刘雪花打电话给我时，我就以老板娘的身份，将肖彭伟去世的消息发在了他们公司的群里。妈，彭伟公司的员工跟他的朋友知道他去世的消息，都要来参加彭伟的追悼会，你把彭伟带回老家，那追悼会怎么办？什么追不追悼会？我就要现在带彭伟回老家。妈，要是彭伟的朋友跟员工不能来追悼会，会损失不少礼金啊。听到礼金二字，李翠芬有了几分犹豫，但是妈，追悼会就安排在明天上午，明天追悼会一办完，我就安排车子送您跟彭伟回老家，到时候礼金也刚好交给您。李翠芬听到我要把礼金都交给他，终于动心了，那就听你一次，到时候要是你耍成花样，看我怎么收拾你。哼，我的花样哪有你们的多，又是遗嘱，又是假死的。李翠芬生怕我会偷偷把肖彭伟弄出去烧了，不允许我接近肖彭伟，我哭天喊地，十分委屈，最终在刘雪花的劝解下，一个人回了家。回到家，我联系了公司的律师。王律师，我有很要紧的事情要见你，关于彭伟一组的事情。上一世，肖彭伟从高利贷公司借款好几百万，又偷偷立下一组，指定我一个人继承他的所有遗产，害我背上具有债务，而他却通过假死与情人双宿双飞。这一次，我要让他们多自食恶果。我给肖彭伟准备的追悼会很风光，不仅肖彭伟的好友以及员工都来了，李翠芬还叫来了在老家的亲戚。来吧，都来吧，人越多越好。不知道如今这跟上一世完全不一样的发展轨迹，肖彭伟跟李翠芬他们心里作何感想？肖彭伟依旧躺着装死，不得不说，在演尸体这一方面，他还是有点东西的。他演技这么好，我自然也是不能落下风的。我哭得比他真的死了还伤心，来的人无一不为我的演技落泪。嫂子，节哀。我沉痛点头，眼看人都到的差不多了，我四处搜寻，终于在李翠芬娘家人那桌发现了一张熟悉的脸，刘月，刘雪花的堂妹，肖彭伟的情人。刘月的肚子已经高高隆起，难怪肖彭伟他们这么急着摆脱我，原来是小情人马上就要生了呀。我悄声提醒李翠芬，妈，人到齐了，您上台说几句吧。李翠芬看了我一眼，走上台，各位亲戚朋友，今天感谢大家来参加我儿子彭伟的追悼会。彭伟他在天有灵，看到你们一定会很高兴。彭伟是我的独生子，我一个人把他拉扯大，没想到现在要白发人送黑发人，这一切都是这个丧门星的错，是他客色彭伟。李翠芬突然指向我，看那眼神，恨不得把我吃了。我心中冷笑，这是一家子戏精，这时候了还往我身上泼脏水，我痛哭，妈，您怎么可以这么说我？我嫁进肖家这些年，任劳任怨，您生病住院，我给你端屎端尿，饭都给你送到嘴边。彭伟这么多年，从没操心过家里的事，您怎么可以这么说我呢？我不活了，彭伟呀，你等等我，我现在就来陪你。我做事往一旁的柱子撞过去，当然我没有撞成。一旁看戏看了津津有味的亲朋们看到我的动作，都大惊失色，别忙拉住我。当然，就算他们不拉我，我也是不可能把自己撞死的。林艳芳，你别在这里给我演戏，现在彭伟死了，我不管，以后你得给我养老，我年纪这么大了，你给我100万就当买断了。总算是说到重点了，我跪到李翠芬面前，握住她的手，情真意气，妈，100万我一个家庭主妇哪里拿得出来？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会把你当亲妈的，以后你就跟我一起住，我照顾你，我给你养老送终，每个月给你生活费。李翠芬一把甩开我，我才不想跟你这个丧文心一起住，到时候把我也扣死了。我满脸委屈，妈，您怎么可以这么说我呢？亲朋好友看他这态度，开始窃窃私语。李翠芬听了其他人的议论，脸色缓和下来，严芳，我不是这意思，我是怕耽误你，而且彭伟把所有遗产都留给了你，这些年他开公司，你从他遗产里拿100万给我，我面露蓝色。妈，彭伟他就是个小小的货运公司，这些年我们置办房产，所有开销都靠我们自己，哪里有多少剩余，一下给你100万，公司的现金流就没有了。我不管，彭伟死了，你得给我钱。哇，还有我的钱。我跟李翠芬争执不下时，刘雪花从人群中走了出来。严芳，彭伟哥生前跟我借了100万，现在他走了，之前你得还要我还100万，他还真敢开口。雪花，你说彭伟欠你100万，欠条呢？证据呢？刘雪花愣了愣，
我看在跟你是好友，所以没有让彭伟哥打欠条，没有欠条，那转账记录总有吧？难道你拿100万现金借给他？刘雪花显然没想到我会这样咄咄逼人，她底气不足道，我就是借的现金给他，反正他欠我100万，严芳，你总不能让我的钱打水漂吧？我没钱，我双手一摊，开始摆烂，严芳，你，刘雪花有些生气，脸都急红了。这时，她的好堂妹，肖鹏伟的好情人刘月挺着大肚子走到刘雪花身边，严芳姐，你怎么能这样呢？彭伟哥借我堂姐钱的那天，我就在场，你总不能赖账啊！好，我还没找他这个不要脸的小三，他倒是先来替别人出头了。不是我不想给，是我真的没有那么多钱啊！今天公司的周律师也在，彭伟的遗嘱也是找他起草的，不信你们问问他，彭伟留下的遗产现金有多少？周律师在我的示意下，提这个公文包从人群中出来，他从包中拿出一个文件夹，李女士，我就是肖先生公司的律师，经过核算，肖先生留下的遗产大部分是公司股份，差不多估值200万。李翠芬立马说道，大家听到了，彭伟留下的股份都有200万，就算支付了我跟雪花的钱，还有剩下的，对，严芳，你赶紧把钱还给我们吧。我心中冷笑，妈，雪花，你们也听到了，这都是公司股份，就算我要卖掉股份，也要时间啊，我不管，你今天不给我钱，我就去曝光你，拿我儿子的财产，不是爱养老人，妈，你不要为难我了。李翠芬开始胡搅蛮缠，反正我今天必须拿到钱。刘雪花见状也跟着开口，严芳，你就把钱还给我吧，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啊，我流下眼泪。好，既然你们这么想要钱，我们今天就在这里把公司分了，你们自己去把股份卖了。周律师，拿合同过来。李翠芬跟刘雪花以及刘月三人互相交换了眼神，刘月摸着肚子，严芳姐，这股份要卖也不是一时的事情，万一这股份到手后卖不出去，那不是就砸手里了？我直接给了刘月一个耳光，刘月抚着脸，不可置信的望着我，你敢打我？打你怎么了？这是我们的家事，你一个外人在这里插什么嘴？你这么急着出头，难不成你跟我们家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关系？刘月有些心虚，我只是替阿姨跟堂姐说句话。周律师从手提包中拿出一份合同，我举起合同，合同就在这里，你们如果签，股份由你们自己处置，不签，反正我没有钱，那你们就等着我，什么时候卖掉股份，什么时候再给你们签吧。李翠芬他们几个下意识看了严堂在灵堂的肖庞伟，又交头接耳了半天。我看了眼时间，距离催债的人过来只有不到半小时了，我催促道，妈，雪花，你们考虑好了吗？这亲戚朋友们都还等着吃席呢，我看还是等我把股份卖了再说吧。眼下还是先办好彭伟的身后事，这股份也只是现在的估值，说不定以后还会增值呢。我准备将合同收起来，刘雪花阻止了我。我将合同放到身后，雪花，我看还是等彭伟丧事办完吧，你再考虑，不急于这一时，不用考虑了。刘雪花一把抢过合同，刷签下大名。李翠芬见状，也连帮签了字，生怕我反悔似的。我拿过他们已经签字的合同，让周律师收起来。肖鹏伟，给我滚出来！一群穿着黑西装的彪形大汉突然闯了进来，为首的人脸上还有一道伤疤，肖鹏伟的催命符，高利贷的催债人员总算是来了。上一世就是他们挖了我的肾，剁了我2根手指，我上前挡住他们，你们是什么人？我们是什么人？关你屁事！肖鹏伟呢？让他滚出来还钱，还什么钱？妈，这是怎么回事？李翠芬眼神躲闪，看我干什么？我怎么知道？少他妈废话！肖鹏伟呢？叫他滚出来还钱！我连忙掏出死亡证明，大哥，肖鹏伟已经死了，这是死亡证明，上8连瞅过死亡证明。死了，放屁，叫他出来，老子干这行20多年，假死的多了，把肖鹏伟叫出来，大哥，他真的死了，你看，今天就是他的追悼会，遗体还在那呢。我只能停放肖鹏伟遗体的台子，伤疤脸将信将疑凑过去，肖鹏伟还躺得好好的，真死了。既然肖鹏伟死了，那他老婆呢？爸妈呢？叫他们出来还钱。李翠芬把我往伤疤脸跟前一推，是他就是肖鹏伟的老婆，叫他还。刘雪花跟刘月也站出来帮腔，对，他就是肖鹏伟老婆，找他还钱。伤疤脸看着我，哦，你就是肖鹏伟老婆，这是借款合同，这钱你来还，不然我就剁你手指头，把你身上之前的器官都挖出来拿去卖钱。我借过合同500多万，我哪有那么多钱？既然钱是肖鹏伟借的，那你们去找肖鹏伟呀。哼，找肖鹏伟，他都已经死了，怎么还？你是他老婆，你来还。李翠芬指着我道，就是大哥，彭伟已经死了，你们就找他要钱，跟我们都没关系。我冷笑一声，甚至忍不住给李翠芬他们拍手叫好，这是一出好戏啊，叫彭伟死了，所以要我来替他还钱是吧？好，我还钱。李翠芬一脸警惕的看着我，你要干什么？我没理会他，径直走向肖鹏伟，用尽全力甩了他好几个耳光，狗东西，死了还给老娘留这么债，不要脸的东西，欠债还敢去死，给我起来！肖鹏伟，这些年老娘任劳任怨，当牛做马，你他妈竟然敢算计我，给我起来！肖鹏伟的脸都被我扇肿了，扇到一半，反应过来的李翠芬跟刘雪花连忙冲上来拉我。李翠芬将我推开，你干什么？你这个贱人，竟然敢打我儿子，看我不打死你！我抓住李翠芬的手，把她推开，从怀中掏出一把水果刀，毫不犹豫往肖鹏伟大腿上狠狠扎了下去。啊哦！刘月的寒声与肖鹏伟的惨叫声同时响起，肖鹏伟吃痛，捂着腿从台上坐了起来。你这贱人，你竟然敢捅我！肖鹏伟起身想打我，
我往后一退，他扑了空，来的宾客们纷纷站起来，指着肖鹏威母子，肖鹏威没死啊，那办葬礼不是骗人吗？就是把礼监还给我们。肖鹏威跟李翠芬手足无措，不是，我们不是故意的，是他，都是这个贱人，是林艳芳他想出来的主意。我抱着胳膊，冷眼看着李翠芬他们，我想出来的主意，你们没搞错吧？我想的这样的破主意，给自己背一身债，我老收心上吊，活腻歪的是吧？伤疤脸跟其他催债人员冲了上来，两个人抓起肖鹏伟，肖鹏伟，你没死，快点还钱！肖鹏伟一下跪倒在地，豹哥，我已经死了，我死亡证明开了，户口也注销了，遗产都给了他，我现在没有钱了，你找他要。肖鹏伟指向我，伤疤脸顺给他的手指看向我，我连绑摆手，别，我可没有继承你的遗产，遗产都给你妈跟刘雪花了。李翠芬跟刘雪花瞪大眼睛，你撒谎，明明遗产都给你了。对，就是你继承了鹏伟哥的遗产，大哥，你找他要钱，我调到没，给周律师使得的颜色。周律师会议，拿出合同。李女士、刘女士，确实是你们继承了肖先生的遗产，李女士在昨天就已经签署了放弃遗产承诺书，刚刚遗产的分配协议你们都已经签字了。刘雪花抢过合同，上面赫然写着遗产分配协议，不可能，她瘫坐在地上，我不要继承了，我不要，我抢过合同，用合同敲了敲她的头，哎，现在说不要，已经晚了呢，不要，我不要。对，肖鹏伟他还活着，他没死，应该他还钱，遗产分配协议无效。刘雪花，你可别忘了，是你亲自去给我开的死亡证明，都给我闭嘴！伤疤脸吼道，谁出钱我不管，反正今天我必须拿到钱，拿不到钱，伤疤脸左看右看，指着肖鹏伟，示意手下的人将他拖了过去。不还钱，我就把他手指剁了。刀疤脸手下举起刀，做事要往下砍。李翠芬扑过去，抱住拿刀人的胳膊，不要！林艳芳，你个贱人，快点拿钱出来替彭伟还钱！我一个家庭主妇能有什么钱？妈，你要是有钱，你就替彭伟还了吧，不然人家可要剁他手指了。我一个老太婆哪有什么钱？你是彭伟老婆，你应该替他还钱。现在说我是他老婆了，那刘月肚子里还有彭伟的孩子呢，不如就让他替彭伟还罢。肖鹏伟等人听了这话，全部变了脸色，刘月更是小脸上白，他强笑着道，艳芳姐，你胡说什么呢？我跟彭伟哥什么都没有，是吗？我从怀中抛出一叠他跟肖鹏伟的亲密照，跟各种转账聊天记录，扔到肖鹏伟脸上，这就是什么都没有吗？你早就知道了，肖鹏伟，你想假死让我背债，然后跟你的小情人逍遥快活，你做梦！伤疤点不耐烦地踢了肖鹏伟一脚，看不出来啊，你还挺恶毒，别废话了，还钱吧，不然就多了你手指头。肖鹏伟跪在地上，严芳，我错了，求求你救救我吧，不然他们真的会多了我的手指的。我一脸同情，我也想替你还钱呢，可是我真的没有钱哦。伤疤脸摆了摆手，手下的人将李翠芬拖到一边，拿刀的人往下砍去，在刀子马上要挨到肖鹏伟手指的那一刻，肖鹏伟大喊道，等一下，我还有钱，我有。伤疤脸是一手下停了动作，你要是敢骗我，我饶不了你。不敢，我有一笔钱，都是现金，在公司一个废弃的仓库里，我现在就带你们去拿。肖鹏伟掏出钥匙，打开门，仓库里空空如也。我的钱呢？伤疤脸满脸弄衣，该死的，你敢骗我！伤疤脸不由分说，一个巴掌重重打在肖鹏伟脸上，手机大到直接打掉了肖鹏伟一颗牙齿。肖鹏伟求饶道，豹哥，我没有骗你，我真的把钱放在这里，是你，一定是你把我的钱偷了，你这个贱人！肖鹏伟怒气冲冲，不自欲劣指着我一脸无辜，你可别冤枉人，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我拿了你的钱？你贷款的时候可没通知我，藏钱的时候你也没告诉我，现在钱丢了你就来怪我，就是你，一定是你，你早就知道我跟小月的关系了是不是？你故意假装中计，就是想害死我。我冷冷地看着他，肖鹏伟，你婚内出轨，钱也是你瞒着我借的，是你瞒着我藏的，装死的事情是你自己搞出来的，现在还想拖我脏水，你脑子进水了吧？伤疤脸让手下按住肖鹏伟，你不想还钱是吧？给我打，狠狠地打！肖鹏伟发出一阵惨叫，听起来惨极了。钱确实是我拿走了，可那又怎么样呢？上一时也没有人可怜过我，我转身离开了仓库。第二天，肖鹏伟带着李翠芬、刘雪花一行人到家里来找我，林艳芳把这个签了。肖鹏伟把几张纸甩到我面前，我拿起来一看，是一份股份转让协议。肖鹏伟当初为了让我把婚前的积蓄拿出来支持他，给了我20%的股份。这些年我对他充分信任，从没公问过公司的事情。当初你开公司，我拿了30万给你，你才给我的股份。如今你想要我白把股份转让给你，林艳芳，你少废话，股份是我给你的。我现在要说回来，天经地义。肖鹏伟，我倒是不知道你居然能不要脸到这种地步，要我转让股份给你可以，给我50万，签了这份离婚协议，这套房子给我，只要我跟肖鹏伟的婚姻关系还没有解除，就很难彻底摆脱这个烂人。林艳芳，你个贱人，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我冷笑一声，哼，肖鹏伟，钱到账，你签了离婚协议，我立马签字，反正我有的是时间跟你耗。刘月快生了吧，豹哥给了你多久的时间筹钱啊？你个贱人！刘月凑到肖鹏伟身边，鹏伟哥，要不就按他说的办法，宝宝也想要一个完整的假，宝哥只给了你1天时间凑钱，公司卖了肯定不止50万，原来是打了卖的公司筹钱的主意，可惜哦，这部公司马上就要因为安全事故关门大吉了。肖鹏伟眉头紧皱，可是我现在哪里有50万给他？肖鹏伟跟刘月不愿同看向李翠芬，李翠芬是个貔貅，向来只进不出，
这些年肖鹏伟没少拿钱给他，看我干什么，那都是我的棺材本。妈，都这时候了，公司卖了我就把钱还给你，你难道想看着你儿子被人砍死？你孙子一出生就没爹吗？李翠芬犹豫了片刻，咬了咬牙，那你卖的公司就得把钱还给我。收到50万刀账的消息，肖鹏伟签了离婚协议，我也爽快的签了股份转让协议。行了，现在麻烦你们滚出我家。肖鹏伟带着几人刀要离开，两个穿着警服的人突然走了进来。谁是刘雪花？我好心的指了指已经吓得六神无主的刘雪花，警官，她就是刘雪花，请跟我们走一趟，我们接到举报，你跟第一院一起麻醉药失去案有关。刘雪花惊慌失措的拉住刘月的手，不是我，救救我，小月，你帮我呀！童伟哥，杨明民警直接将刘雪花带走，我把房子卖了，带着钱去了另一个城市。1年多以后，我回到本市办事，却在天桥底下无意中遇见了肖鹏伟他们。他跟李翠芬一人拖着一个大编织袋，翻着垃圾桶，全问完结。